各位道友，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这个课呢？就是我们为了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这个就是作为一个大乘佛教的修行人那么他的唯一的这个目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我们之前也讲过了，实际上这个一个大乘的这个修行人呢，他的最终极的目标呢还不是成佛还不是成佛，那是什么呢？他最终极的目标呢就是饶益一切众生也就是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让一切众生成佛但是呢，我们要让一切众生成佛的话呢，那首先自己不成佛还不行所以呢要成佛成佛就是不是为了最终极的目标，成佛就是为了度一切众生不成佛那就没办法度一切众生，所以就要成佛。那成佛的话，那需要成佛的话，那我们也要学习怎么样成佛。成佛的方法是什么？那这个要学习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今天大家来学习怎么样成佛如何修心最终成佛，就是这个方法所以大家就是要这样子发菩提心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佛为了成佛今天来听我们这个课就是这样子，大家发菩提心。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就是我们五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加心也就是上师瑜伽。然后呢，这个上师瑜伽呢主要就是修这个莲花生大师然后呢释迦牟尼佛，还有就是像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等等释放30诸佛菩萨然后呢以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形象然后呢观想在我们的这个前面还有就是我们的根本上师，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根本上师像法王如意宝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这个上师都就是把所有的上师们融入一体无二无别，然后就是跟诸佛菩萨都就是无二无别然后呢这个诸佛菩萨各所有的上师融为一体了以后呢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前面呢？就是以莲花生大师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前面就是观想。那么这个修上师瑜伽就是修上师、修莲花生大师、修诸佛菩萨这个就叫做上师瑜伽那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有一个是我们5个加行里面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就是磕头10万遍这个磕头。那么磕头呢这个我们以前讲过比如说简单的这个5加行的磕头的方法是跟这个皈依跟10万个皈依一起边念边修边磕头但是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然后呢比较圆满的完整的方法呢那就是5个加行一个一个的修，然后磕头最后就是在这个上师瑜伽这个时候修，那么这个是最圆满的。然后另外一个呢要念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咒那么这个心咒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念以后就是这个长时间的可以念，这个短时间之内呢可能是念不完但是这个可以慢慢念然后呢需要完成的呢就是这个从数量上就是这个5个加行当中的这个磕头。那么这个完成了以后呢5加行全部就圆满了这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
那首先呢，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首先大家要知道上师瑜伽的这个重要性上师瑜伽对我们有多么的这个重要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阅读阅读什么呢？阅读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修无家性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阅读的这个一本书还有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像之前我们讲这个慧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这一次讲无家性的时候呢，因为有些内容呢我们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呢？因为这个大圆满的前行这里面讲的已经讲得非常非常清楚了，所以就是不需要反复的去，不需要重复的去讲但是我们修的时候呢大家要去阅读然后呢这里面的这些修法也要修，这个特别的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前行备忘录也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的另外一个笔记那么这个笔记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这个我们之前呢也给大家讲过我们所有人呢也在看也在修所以大家也知道这本书大家也很熟悉的。那么这个前行备忘录里面那么就是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里面有些还没有讲到的就是在这个备忘录里面呢讲的很清楚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修家性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这个阅读的，必须要学习的一个就是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笔记前行备忘录这个。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像大圆满心喜修习大圆满心喜修习龙钦巴尊者的大圆满心喜修习，然后呢大圆满心喜修习它的前面的一部分前面的部分呢就是讲四家性和无家性然后这个里面呢也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上师瑜伽的相关的内容，相当的重要这些书大家都要去读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然后呢这些书当中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上师瑜伽的重要性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要简单的说一下上师瑜伽有什么样的有那么重要，为什么有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修了这个四家性，然后呢我们培养了出离心，然后我们就真正的这个走上了解脱道从此以后就真正走上了解脱道自从我们有了这个出离心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真正的跟这个轮回就是分开了跟轮回分开，然后呢走向解脱。然后呢我们再下来以后呢我们就修了这个无家心当中的前面的这些然后皈依尤其是这个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然后我们又更上一层楼就是真正的进入了大乘佛教从此以后呢我们不仅仅是这个不仅仅是远离了轮回而且也就是远离了这个小乘佛教然后呢走上了大乘佛教，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忏悔自己的这个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些罪业然后就是修了这个曼扎修了曼扎以后呢积累了这个福报那么这样子我们一步的就是往这个最后的往这个最后的空心或者是大圆满的方面这样子一步一步走。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家心四家心无家心呢逐步的成熟了我们的这个根基我们根基呢就越来越成熟。那越来越成熟以后呢就是我们离这个开悟证悟就越来越近
但是最后一个让我们真正就是突破这个最后一个这个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上师瑜伽就通过上师瑜伽，通过这个上师的加持最后我们就证悟因为我们之前所做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加行的修法让我们的根基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成熟。那么最后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通过上师瑜伽，通过上师的这个加持，我们就突破了最后一个关过了这个关然后就证悟了所以呢相当的重要这个龙钦巴他也讲过，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师瑜伽呢，比这个密宗里面的像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还要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升起次第的话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殊胜的修法，但是呢就是它本身不能让我们直接解脱还要靠其他的法，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修其他法，才能够证悟，才能够走向解脱然后圆满次第也是这样子，圆满次第最终也得要这个证悟如果不证悟的话呢，那修了圆满次第也没有太大的这个用处。所以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这些所有的这些密法里面的听起来就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些修法呢，实际上最后呢要证悟的话，还是要靠其他的方法来证悟。但是就唯一的这个上师瑜伽它就不需要靠其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通过上师瑜伽的修法直接就可以这个证悟如果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些加行做得很扎实这样子的话呢，这是上师瑜伽完全让我们能够证悟然后这个上师瑜伽虽然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前心的这个修法，但是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真心里面的，它不仅仅是真心的修法，而且真心当中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修法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5个加行4个加行全部做的很扎实然后呢这个上师瑜伽修的特别好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我们这个前段时间讲的这些大摩的这些法，尤其是后面讲的这个大摩的这个法的一个具体的修行的方法那么通过这个方法是完全是可以证悟的如果上师瑜伽修得好我们对上师有足够的这个信心，然后就是祈祷上师祈请上师的这个加持，这样子的话呢，就是通过我们之前讲的这个大摩的这个修法，靠这个修法都是完全是可以证悟的可以证悟的。如果我们的加行修的不扎实上师瑜伽修的也不好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直接去听这个最殊胜的大圆满的真心的法也不能证悟，因为这个大圆满的真心的法是非常的好，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根基不成熟所以是没有用的所以就是我们以后能不能这个证悟能不能证悟，全靠我们之前的这些所有的一系列的修法，尤其是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特别的这个重要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然后呢大家也看我刚才讲的这些书要阅读，因为这些里面呢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重要性特别的重要。然后我们修上师瑜伽的这个一个前提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我们对上师要有足够的这个信心。那足够的信心是什么样子呢这个因为密法里面呢上师非常的关键特别的这个重要，也非常的强调上师对上师的这个信心，对上师的信心和对法的这个信心。那么这两个是
我们以后这个能不能政务在这个上面呢起到关键作用的两个这个相当的重要。如果是我们对上师没有足够的信心，对法没有足够信心的话，那么我们之前的全部都修完了然后呢后面的这个密法的课程呢也停了但是停了以后呢还是没有证悟，没有证悟也没有什么感觉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问题在哪里呢？那问题肯定是我们加心没有修好尤其是这个金刚萨埵的忏悔的法可能是没有修好。那么这个我们上一次也就给大家讲过了就是包括这个禅宗都是这样子寒山大师的这个他的这个法当中呢我们前一天呢的这个前段时间呢也引用了一部分。他不是说了吗？如果是我们这个时候通过禅宗的法不能证悟这个证悟的话呢，那就要去干什么呢？那就要去这个礼佛。礼佛不就是磕头吗？礼佛呀，忏悔呀。那忏悔不就是我们无家心当中的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吗？忏悔呀然后就是诵经诵经。那这个我们这个无家心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咒还有很多的这个经要念那禅宗也就是要这个靠这些方法。所以我们不管是修禅宗也好，修大圆满也好，什么也好，那最后能不能这个证悟呢全靠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虽然这个这个禅宗里面呢没有讲这个上师瑜伽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呢我们之前的这些修法呢也都需要的都需要。那也就是要依靠佛的力量祈请佛祈请这个所有的这个传承的这个禅师那么这些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这个密法里面呢，尤其是这个强调对上师的这个信心特别的重要。然后呢我们之前呢也讲过了，比如说前面讲这个无家心之前呢，我们讲过了这个一支上师一支上师。那么这个当中呢已经讲过了大家也应该是清楚的还有我们往回去读一读那个上师一支上师的时候我们讲的这些内容还有就是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大圆满的前行这些这个里面都讲了非常非常多这个一支上师和上师的这些功德。然后呢不仅仅是这些密法的这些引导文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华严经还有就是这个般若这个般若摄诵等等。那么这些当中呢都有讲这个大乘佛教的这个上师的重要性。然后呢密乘里面呢更加的这个强调。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对上师的这个信心是相当的这个重要相当的重要。那么我们这一次我们这个修上师瑜伽的时候我们要修的上师主要是指的是谁呢？就是法王如意宝是我们所有的人的这个上师。我们讲的这个上师是法王如意宝。然后呢主要是法王如意宝还有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上师所有的上师都一样我们所有的把自己的真正的这些上师观过定的传过法的所有的上师都是观相为一体这个时候就不分别所有上师观相为一体。但是主要的这个上师呢因为我们这个作为这个观相这个法王如意宝这样子的话呢是最容易证悟因为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个见过法王如意宝的，或者是这个在法王如意宝就是亲自观过定的或者传过法的可能也不是很多但是呢我今天讲的呢
那这些都是法王如意宝传下来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这些这个师兄们修行人跟这个法王如意宝这个中间呢就是我们几个人呢就隔了这么一代那么没有其他没有隔很多代所以这个一代一代的这些上师的这个加持呢就是也是比较就是离我们也比较近实际上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呢也没有什么近和远只要自己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呢那佛的加持菩萨的加持我们任何时候都可以感觉得到感觉到但是呢这个传承呢越近也是越好的越近是越好的，所以离我们也很近各方面的条件都是这个具备的。然后密法里面呢就讲这个视师如佛我们要把上师当作佛一样的那么这个我们之前呢也讲过就是以前讲这个意志上师的时候呢也讲过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视师如佛那难道所有的这个上师他们都是真正是这个佛吗那是不是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意义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那么这个当中呢比如说像法王如意宝这样子的这个上师呢那么他是真正的这个佛他是真正的佛的化身我们要可以这样子理解比如说佛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化身本体是一模一样一个稍微有一点点不同的形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来度化不同根基的这个众生的另外一尊佛呢就是莲花生大师然后莲花生大师的无数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化身当中呢那就法王如意宝实际上就是像法王如意宝这样子呢不仅仅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直接就是像普贤王如来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化身那我们比如说像我们这样子的这个就是福报或者是根基都不是特别的这个好的人见到佛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这样子那么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视师如佛这个就是完全当作佛来看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这是一个我们之前也讲过有些上师呢他真的是佛佛的化身但是呢他为什么不是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呢那不一定比如说我们这个佛的坛城当中就是佛的坛城当中呢也有些是像佛陀这样子的这个形象以这样子的形象出现有些呢就是以菩萨像这个观世音菩萨呀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菩萨以这样子的形式出现那么有些这个人的前面呢就是以比如说阿罗汉或者是其他的形式或者是人或者是上士这样子的这个形象出现当时佛陀圆寂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阿难就是特别的难过阿难特别难过那个时候佛陀也就是告诉阿难你不需要这么难过因为我圆寂了以后呢我一定会出来的我出来的时候呢我以善知识的形式出现以善知识的形式出现那么这个宪宗里面呢也有的所以就是像法王如意宝还有很多的这样子的这个上师呢他是真正的佛他是真正佛真正的佛我们见到一个真正的佛的话是个什么样子呢就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的佛就是这样子的当时这个2500多年的人看到的佛呢那就是佛陀这样子所以佛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形象那么有些是愤怒有些就是激进的有些是这个人的形象有些是这个像天人像神仙这样子的这个形象那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形象实际上呢就是跟他的这个觉悟
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啊，都是像这样子是真正的这个佛，我们完全可以当做真正的佛来看，一点都没问题啊。那么有一部分人，有一部分上师就是这样子，法王如意宝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修上师瑜伽的时候还有任何以后修这个上师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观想这个法王如意宝，这个就是离我们最近的一个真正的佛离我们最近的真正的佛，所以我们通过这个上师瑜伽要获得一个这个加持开悟，那这样子的话，这是最好的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最佳的选择，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讲过事实如佛还有一层意思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比如说实际上不是佛比如说这个上师他实际上还不是佛觉悟没有那么的高也许这一地菩萨都不是这是一个凡夫有可能凡夫当中呢也有很多善知识或者是说善知识当中呢也有很多凡夫也有这样子但是呢比如说讲的法我们听到的这些法呢，那其实就是佛传下来的那么今天比如说我们见到了真正的佛的话那佛会把我们怎么样呢会不会就直接让我们扔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不可能那会不会就是让我们的身上就发生一个什么奇迹就当下就成佛呢？也不会都不会那会怎么样呢？那就是给我们这个讲法呀，然后呢让我们自己去修心然后呢修了以后呢我们自己能够这个证悟那这就是佛的对大众来说佛的这个普度众生的方法就是这个最标准的方法就是这个那么我们真正见到了佛，那佛给我们呢还不是就是传法吗？还不就是让我们去闻思修逐步的就是让我们证悟吗那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佛对我们的这个工作佛的这个事业那么今天呢上师就帮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师他本身是佛不是佛都没关系就是这个上师呢帮我们完成了这样子的工作，或者是换句话说，上师替佛陀完成了佛陀的这个工作本来这些都是佛陀的这个工作这个弘法利生度化众生那么这些都是佛陀的这个工作但是因为末法时代的很多的就是反正佛陀自己圆寂了以后的这些众生呢，那他们的这个福报就没有那么大所以呢他没有办法见到这个真正的佛，然后他们呢也没有暂时也没有办法见到像这个宝生佛像这个阿弥陀佛呀，还有其他的像这个药师佛呀，那这些也就是没办法见到那没有办法见到的话，这一群这个众生这一类的众生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这个以普通的这个善知识以这样子的这个方式出现，然后帮佛完成这个度化众生至少给大家播下这个解脱的种子这样子的这个工作呢他们帮我们完成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本人不是佛但是呢他就帮我们完成了这个佛陀的这个事业佛陀的事业本身要佛陀做的事情但是佛陀没有办法做。为什么佛陀没办法做呢？不是佛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福报还没有达到佛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亲眼看到佛陀，或者是我们亲自从佛陀那里直接听这些窍诀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福报那么没有这样子的福报的这一群人怎么办呢那就是这个这些善知识这些善知识他虽然是普通人，但是呢他带着佛陀的
这个使命带着这个佛陀的加持来帮我们完成这样子的这个工作。所以呢从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解释事事如佛也是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第三个呢这个就是这些人虽然不是佛不像像法王如意宝这样真正的佛，他不是佛那也许是菩萨，也许不是一地菩萨也许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凡夫但是呢他们的身上呢有这个一代的这些善知识上师根本上师和传承上师还有就是诸佛菩萨的这个加持在他们的这个语言还有在这个他们身体上就是有这样子的加持。那么这个加持虽然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但是他可以作为一种载体，把佛陀的这个加持就传递给我们，这个是没问题的这是没问题的。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也算是佛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理解事事如佛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首先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事事如佛那么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事如佛呢？那么这个当中就有几个不同的层次那我们是以真正的佛来看我们的上师，还是我们看第二个还是第三个方法那这个时候要看个人的信心，以个人的信心来决定也许我们可以把上师当作真正的佛也许他是佛，也许根本不是佛，但是呢自己的心目当中呢也许也许能够当作真正的这个佛这样子来看，这个就是看我们的信心最强的人呢可以这样子那么这个不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是第二个和第三个以这样子的信心去看那就是可以看上师虽然不是佛，也不是佛的这个化身但是呢他就是帮我们完成了佛的事业，所以他就是佛或者是因为他也不是佛，他也不是佛的化身，但是呢他的这种语言和他的这种心就有这个从佛陀到这个传承上师，最后到根本上师的这个所有的法脉的加持就在这些善知识的身上在他们的语言上，在他们的心里，在他们的身上，然后呢他们把这些这个加持传递给我们了，所以呢他就是佛就是这三种都可以都叫做这个事事如佛但是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我们这三个当中呢就是以哪一种这个事事如佛的理解哪一种理解的方法去看那么这个就要看我们自己的心性那首先第一个是特别的重要，对上师的这种心性是相当的这个重要这个我们到时候修密法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亲身感觉到的。如果是没有这样子的上师的这个加持的话呢，那虽然是我们把嘉兴也修完了，然后呢我们该听的这个大圆满的法呀这些也听完了但是呢还是不能这个证悟也是不能证悟。那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嘉兴也修了，四嘉兴五嘉全部修完了，然后呢密法的这些最具体的这些课呢也听了那么听了以后呢还不能证悟的话，那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们也就不知道还有一个呢，这个大圆满的这个方法呢，禅宗的这个顿悟呢也是差不多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需要去这个思考也不需要去逻辑的推理不思考然后呢也没有去这个修这个气脉明点那么这些都没有，那这些都没有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证悟呢？那其实唯一考的就是上师的加持，祈请上师这样子来这个证悟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能不能证悟呢，还得要靠我们的这个信心这个就是相当的重要这是第一个，事事如佛
第二呢，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对上师的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感恩的心啊，感恩的心。这种感恩的心啊，就是相当重要啊，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佛的坛城啊，或者是有佛心啊，但是就是我们之前呢，就是这么多的佛啊、菩萨啊，像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就是出现啊，然后呢转3次的法轮，然后这个转3次的这个法轮啊当中，就是无数的人啊开悟了，无数的人解脱了啊，无数的人开悟了，无数的人解脱了，但是我们没有解脱呀啊，没有解脱啊，到今天为止啊，我们都没有解脱，什么都没有啊，就是在佛法方面呢，没有得到什么啊。虽然我们的心中呢有佛心啊，但是我们也连有没有佛心我们都不知道啊。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是让我们明白啊，这个怎么样走上解脱道啊，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去这个解脱，让我们明白怎么样去自利利他啊。那么这些全部都是就是善知识教我们的啊。如果没有善知识的话呢，那佛度化了无数众生，但是这个无数众生当中不包括我们呢不包括。如果包括了，我们现在早就已经成佛了，今天也不会在这里啊。所以呢对任何一个上师无论是佛也好，佛的化身也好，不是佛的化身也好那就是对我们这个是恩重如山。所以呢，我这个密宗里面讲从个人的这种恩德的角度来讲那就是从某种方面讲比佛还要重要当然如果是没有佛，那当然这个从源头上我们所有人根本就是不知道什么是这个法，什么是解脱这个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对个人来说呢那就是没有善知识的话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修心直接让我们明白这些道理，直接让我们走上这个解脱道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善知识上师所以呢就是这个对我们自己来讲的话，也就是有这样子的恩德就主要是这2个方面我们去修，以这两个心性感恩这样子的心去修这个上师瑜伽。这个是我们修上师瑜伽的这个前提的条件前提条件。如果我们对上师没有什么信心的话呢，那确实是没办法修了。所以非常的重要我们第一个呢，我们的上师呢也不只是某一个人我们的上师第一个呢释迦牟尼佛，然后呢这个8大菩萨，尤其是这个莲花生大师，再下来就是法王如意宝然后呢其他的上师呢我们也都可以这个观想为一体但是主要的这个我们经常讲的这个上师呢，就主要这么几个了释迦牟尼佛、莲花生大师然后就是这个法王如意宝这么几个最核心的最重要的这个上师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其他的呢我们可以就是就融为一体这样子就可以了。那这个特别的重要对这个上师的这个信心有多么的重要呢？那我们之前呢一直上师的时候也讲过了这个里面呢也有讲大家自己阅读还有呢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几本其他的书这个大家也得要这个阅读好好的这个阅读。这些是我们修上师瑜伽的这个最基本的这个条件。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的这个具体的方法那这个具体的方法呢分3个部分。这具体方法就是分3个部分，一个呢就是非常清晰的观想
这个福田也好，或者是上师啊，我们直接讲就是观香上师，那这个就是第一个部分了啊，这个相当的重要，这个观香特别重要。然后第二个部分呢这个观香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这个积累这个福报积累福报，以七支功的方法去积累福报这是第二。然后呢，第三专心的这个七亲专心的七亲，就是这三个我们的具体的方法呢就是这三个了。那么这三个当中呢，我们今天就讲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观想观想的时候我们怎么观想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把自己所在的地方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打坐都是一样，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不管我们在哪里打坐，就是我们把这个周围的环境就观想为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插图莲花生大师插图是什么样子呢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插图简单的说就是这个同色吉祥善同色吉祥善。那么同时吉祥善就是一个海岛这一个小的海岛我们可以观想这个茫茫大海就是周围全部都是茫茫的大海然后呢这个海中间就观想一座山一个小的海岛，然后这个海岛中间就观想一座山，然后呢这个山呢一方面呢特别的庄严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这个就是有跟像极乐世界是不太一样的极乐世界呢那到处都是就是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这个清净，但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同色吉祥山呢，它更没有像这个极乐世界这么的清净它就是一个人间的一个插图所以呢它周围呢就是大海茫茫大海，然后呢这个岛屿，然后岛屿中间的这个山那上面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村庄那么这些村庄当中呢也住着普通人也有很多很多的普通人像这个极乐世界的话呢，那没有普通人也没有凡夫人，这些都没有的，全部都是这个依地菩萨呀、阿罗汉这样周边也都是清净，但是呢同色吉祥山就不是。那么这个山的山顶这是观想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宫殿，莲花生大师的宫殿。然后莲花生大师的宫殿呢，我们观想的时候我们具体的这个不知道怎么观想的话呢，那我们就观想，比如说像坛城大家知道的比如说我们学院的这个坛城这个大家知道，就这样子一个坛城3层楼的一个这样子的宫殿当然不是一个小的这个小3层的小楼房那么就是3层的小别墅呢，肯定不是这样子了但是呢，心想上讲呢，那就是这个3层的3层是这个1层是宝身的化身的插图然后在上面第2层呢是宝身佛的插图，然后呢最上面的1层呢就是法身佛的这个插图这个化身宝身这个法身的3种佛的这个插图象征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3层楼就简单这样子这个观想那我们也就不一定这个观想的非常清楚，我们大概可以观想这个像坛城这样子的3层楼然后这个3层楼里面呢然后我们就观想这个就观想中间就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然后呢
这个也可以观想很多很多其他的啊，这个我们下面一步一步的讲啊，其他的这个佛菩萨。然后呢，这个时候第一个呢，我们首先把这样子环境啊，就这样去观想，我们大概这样子去想啊，心里怎么去想，实在是观想不出来的话呢，那我们心里怎么想啊，也是可以的啊，也是可以。我们观想为啊，这个我们的周边呢都是一个茫茫大海，无边无际的啊，然后就到这个海中间呢一个岛屿啊，然后呢我们的周边就是这个岛屿呢，也就是就是一个也是比较清净的啊，但是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也在啊，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当然这个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插图啊，跟其他地方呢不一样的啊，观想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插图然后这个山顶上呢观想这个通寺吉祥山和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宫殿三身佛的宫殿，然后中间再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我们心里怎么想啊？观想不清净的话呢，不清楚的话，就心里怎么想平时呢，我们可以那个很认真的去想这个画面大概也就是能够想象得出来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把自己观想为这个金刚瑜伽母我们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之前呢，我们修这个比如说我们修那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呢我们把自己没有观想为其他的就自己呢，我们就是现在这样子的普通的人没有观想为其他的。然后呢皈依的时候呢也有观想但是呢我们没有把自己呢观想为这个佛呀菩萨呀等等，现在就现在是一样的一个普通的人。但是在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有一点点不一样了我们把自己呢观想为这个金刚瑜伽母。金刚瑜伽母大家我们到时候观想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佛像放在前面然后呢两只眼睛看这个方法呢，我们之前呢是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修法当中已经讲过了，就跟这个观想的方法都是一样我们把这个佛像先看佛像，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一方面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禅修的方法一个机智的修法机智的修法。我们把这个金刚瑜伽母的这个唐卡放在前面，然后呢两只眼睛就是连眼球不动，尽量不动专注看着，然后呢心里不想把我们的自己的意识心全部清空然后就看着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画面就是印在我们的这个心里面到时候需要的时候呢，就立即就非常清晰的一个画面就会出来的那这个具体的这些观想的方法呢都是这样子具体的观想方法都是这样然后呢，我们把自己观想为这样子的这个金刚瑜伽母然后呢这是为什么要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呢？这是一个缘起这就是一个缘起。莲花生大师就是我们要得到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的话，把我们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的这个形象去祈请莲花生大师这样子的话，那当然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我们把自己观想为一个比较清净的这样子的这个金刚瑜伽母，然后呢再就是观想在观想在祈请莲花生大师的话这个容易得到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加持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普通人的话呢，那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
然后呢也有各种各样的邪见烦恼，什么都有，因为这些都会成为一个我们获得莲花生大师的加持的一种障碍那我们把自己观想为这个金刚瑜伽母以后呢，虽然我们只是观想但是呢这个观想呢把自己观想为一个清净的这个金刚瑜伽母的话呢，那我们就相对来说我们就是变成了一个比较清净的这个法器比较清净的法器这个是一个原因。然后呢金刚瑜伽母呢那么它就是没有我们人类这样子的烦恼和这个人类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各种各样的这个邪见所以呢就是容易获得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所以我们把自己呢观想这个金刚瑜伽母然后我们皈依的时候还有就是尤其是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观想为我们普通人，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忏悔自己的罪过忏悔自己的罪过。那我们就是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和形象出现，然后呢就把我们自己所做的这些罪业向这个金刚萨埵忏悔发怒忏悔这样子的话，那是非常的合理这样子是合理。那这一次呢有点不一样呢，我们就是要就这个七星莲花生大师的加持那么这个加持呢，我们的法器越清净越容易得到这样子的这个加持那么这是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呢，我们这样子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的话呢，容易这个升起这个证悟的智慧那原因呢也就跟刚才讲的就是差不多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是一种缘起也就观想为自己观想为金刚这个瑜伽母，就容易获得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还有呢，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本体呢观想这个深海空心木深海空心木呢，我们也应该是有这个也有这个佛像这个唐卡，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什么样这个深海空心木长什么样子先看看，然后呢看完了以后呢，我们把自己的本体呢就是当作是深海空心木，但是心想呢就是这个金刚瑜伽母因为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我们观想的呢就是这个金刚瑜伽母那我们把自己的心想就观想金刚瑜伽母，然后这个金刚瑜伽母的这个手里的这个箍还有弯刀还有这个身上的这些装饰，这什么意思呢那我们不用讲了，大家看这个大圆满的前行普贤上师言教，那这里面讲的特别的清楚了，它只是象征什么，它为什么手里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天灵盖人的天灵盖做的这个箍小箍还有就是这个弯刀，这些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就不需要重复了，大家可以看这书里面讲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清楚。然后呢这个金刚瑜伽母呢，它三只眼睛三只眼睛呢看着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口那看着莲花生大师的心口就是特别的激动这个它表现是什么样子呢？特别的激动，特别的欢喜特别的欢喜，以这样子的心态特别的欢喜激动就是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的眼神或者是这样子的心态看着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间那我们把自己观想为这样子。莲花生大师呢就是我们观想在自己的头顶那头顶我们怎么看呢那实际上我们就就是我们比如说一个人的话呢没办法往上看了但是呢我们心里这么去观想就可以了
这心里怎么去观想？我们就是观想我们在看莲花生大师的心间啊，我们也不需要去想啊，莲花生大师不就在我们头顶吗？我怎么去看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心间呢？不需要这个想啊，这么多啊，这个我们平时我们普通人不可以，但是呢，现在我们只是观想而已啊，所以呢，我看着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心间啊，这样子这个观想，然后观想了以后呢，这个观想完了以后这个我们下一次我们真正这个修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头几天呢就修这个先把自己观想为金刚瑜伽母，这个可能需要这个需要几天的时间先不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其他先观想这个专门的观想，把自己观想为这个金刚瑜伽母这个观想的稍微清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下一步呢就是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呢，我们观想在我们的头顶然后呢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我们观想头顶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珠宝构成的一个莲花一个莲花座，然后莲花座上面呢有日轮有月轮那么这些是什么意思呢大家也可以看这个大圆满的前行这本书这里面讲得很清楚了。然后这个日轮和月轮那这个上面呢我们在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然后莲花生大师观想的时候呢也有莲花生大师的本体是什么心想是什么就本体是什么呢本体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师，我们观想为这个第一法王如意宝然后第二呢我们就是像这个释迦牟尼佛，还有就是像这个各个的这个各大菩萨以及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这个上师全部融为一体，这个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本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简单说这个莲花生大师呢，实际上心想是莲花生大师，但是本体呢就是自己的根本上是就是这么去观这么去观想这个我们之前呢也有讲过，因为我们密法里面呢很多时候都是这个心想呢一定要观想这个佛呀菩萨呀这样子对普通人来说但是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有些时候呢我们修观想的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直接把上师的心想是什么样子就观想什么样子，也有这样子但是呢我们一般这个修家信的时候呢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把心想观想为这个莲花生大师呀或者是金刚萨埵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就更加容易升起这个视世如佛的这样子的心性所以呢心想我们就观想莲花生大师不观想其他的，我们心想这个外面的这个心想呢就观想莲花生大师，但是本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上师如意宝法王如意宝以及很多每一个人自己的很多的上师还有呢刚才也讲了重复说这个诸佛菩萨善事诸佛菩萨全部一个都不例外，全部融为一体然后他们都融为了一体以后呢出现在我们的前面，以什么样的心想出现的呢？就是以莲花生大师的形象出现就是这样子观想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观想莲花生大师，然后莲花生大师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像也有很多有些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个像那么我们观想这个莲花生大师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单身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像然后然后这个
两个腿啊，就是半盘腿啊，半盘腿，这叫国王游戏式啊，这个就是半盘腿啊，还没有这个金刚夹腹啊，没有双盘，没有这个金刚夹腹啊，半盘腿啊，这个是一个莲花生大师的一个这个姿势啊，我们可以观想这样子的半盘腿的这样叫做国王游戏式的这个姿势。然后呢，这个左手有天灵盖这个我们可以这些细节呢，我们可以看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前心这里面都有。然后呢，有手有这个就手里面呢有金刚杵有这个纯金的金刚杵，但是莲花生大师这个手势呢有两种一个是放在这个膝盖上的一个就是放在这样子心口那我们观想的这个金刚这个上师瑜伽的时候呢，就放在这个心口这样子是放在心口心间然后就是这样子观想观想的这个莲师的这个姿势呢就很简单，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左手里面呢有天灵盖然后呢天灵盖里面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宝瓶宝瓶里面呢装满了这个甘露装满了这个甘露然后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帽子这个是有很多很多的内涵的但是这个呢，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大圆满的前心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它这个帽子的每一个颜色它象征什么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它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些都是有的。实际上这个帽子呢这个大圆满的前经里面呢也有讲过以前这个有一个国王就是把这个莲花生大师活活的烧然后呢没有烧死这样以后呢他就产生了这个后悔，然后呢也产生了信心然后他把自己的这个国库里面的最珍贵的有一套这个国王的服装那么这个就献给了莲花生大师那么就是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来历这个帽子。但是这个后来呢莲花生大师把这个莲花帽就是把它这个加持为就是另外一种国王穿，跟国王戴这个帽子和莲花生戴这个帽子就莲花生大师得到这个帽子以后的它的内涵就不一样了莲花生大师呢，他把这个莲花帽上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颜色他就把它加持为其他的这些这个像这个升起次第圆满次第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佛的智慧还有就是佛的三身莲师呢就把它加持为这样子那这叫做这个莲花帽。那这个莲花帽也有很多不同的莲花帽，那这个就叫做呢间接托莲花帽，意思就是说因为它看起来呢就是一个帽子莲花帽，而且这个来历呢也是一个国王的这个皇冠一样的这个帽子，但是呢莲师呢就后来把它变成了加持为这个诸佛菩萨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功德的一个象征这样子以后呢见到这个莲师的帽也就我们能够播下这个解脱的种子，所以叫做间解脱间解脱就一个这样子的意思。然后其他的细节呢大家看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就好了，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大家也得要好好的学习一下，因为我们到时候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最好就是把这些细节都要观想出来至少我们也要知道这个莲师的这个帽子它有什么样的意义这个都要知道
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莲师身上的这个衣服啊，也很复杂，有很多很多的衣服。那为什么有这么一层一层的这个衣服呢？那也是有不同的内涵啊。首先我们看到的这个里面呢，最里面啊，这个有一个内衣，就是一个白色的像衬衫一样的这个衣服。然后在这个后面呢，有一个有袖子的一个外套，一个外套这是有袖子的外套，是红色的，里面的这个像衬衫一样的这个内衣是白色的。然后这个红白这两个象征什么呢？象征这个大乘的这个菩萨道菩萨道，意思就是说莲师的这个身上具备了这个所有的大乘、小乘，还有就是金刚乘的所有的功德莲花生大师的身上，或者是莲花生大师的心中，就是小乘佛教、大乘佛教密法的所有的功德都圆满的具备。为了象征这些，然后呢，这些衣服也就是这样子设计的那么，所以这个第一个。这个最里面的这个白色的衬衫和这个外套这个红色的外套，有袖子红色外套，这两个呢就是象征大乘佛教的这个菩提心意思就是说莲花生大师具备所有大乘佛教的这个功德这意思这是这个一个。那另外第三层衣服呢就叫这个走失衣走失衣就是这些修这个密法的人穿的就是有点像过去古人的这个衣服，就袖子很长的这种古人的这个衣服还有就是这古代的人汉族古代人100多年前也就很多人就穿这个还有就是这个有些这个汉传佛教的这个和尚的这个衣服，以前也就是这个有长袖子的，就是这种衣服。这个在莲师的这个时候呢，是修这个密法的在家的人他们穿的一个这样子的衣服，是个蓝色的这个衣服。那么这个是象征什么呢？象征莲师身上或者莲师心中就是具备了密法的密乘金刚乘的所有的这个功德就这个意思，金刚乘的然后呢这是这个第三层了然后呢这个在后面呢外面呢然后就披了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衣服法衣出了一个出家人的这个法衣。那么这个法衣呢就是象征小乘佛教的这个所有的功德。小乘佛教，因为这个法衣呢它本身就是一个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所以这个就是象征小乘佛教的所有的这个功德。然后这个最外面呢就穿了一个这个没有袖子的这样子的这个衣服这个叫做长衣大长那这个我们平时很多人就是天气比较冷的时候穿的这种大缸一样的这个外衣没有袖子的那个那这是最外面的它这个是第五层了吧就是里面的这个白色的、红色的，然后这个蓝色的这个袖口很大的这个袖子很大这个，然后就法衣对，第五个了，最后就是这个第五个就是最外面的这个大长，然后这个长衣大长，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这个心中就是具备所有乘就是无论是小乘、大乘、金刚乘所有乘的一切功德都是具备的那么就是为了象征这个，最后呢又穿了另外一件这个这个长衣那这五层这个五层衣服呢，
就是这意思啊。这个呢，因为这个大圆满的前行谱线上是言教里面呢没有讲啊，所以呢我要说明一下。那其他这个大圆满的谱线上是言教里面已经讲过的这些呢我们就不讲了，因为这个莲师的帽子呢这个谱线上是言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这不需要重复了，你们自己看就知道啊。但是这个一定要看大家一定要看。因为我们到时候就是要观想观想的时候呢，莲师身上的每一个东西呢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意思莲师的这个他为什么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些装饰装着它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我们要知道这些意思这个特别重要。然后呢，这个左手左手里面呢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上面就是三段的这个卡张嘎。那这卡张嘎呢，外道他有些外道的修行人也有但是呢这莲师的就是不一样。那这个是象征什么呢象征这个诸佛菩萨的这个所有的佛目是什么呢？空心空心就是般若空心这个就是象征般若空心平时呢我们看这个双生相的时候呢，这个佛母就是象征这个般若空心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单身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像那么他这个左边的这个卡张嘎是这个象征这个佛母般若佛母这样子。然后呢这个卡张嘎的一些细节它象征什么呢那这个大家也看这个大圆满的前行这个里面每一个它都有讲它这是象征什么它为这个卡张嘎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这些都讲得特别清楚的这个我们不需要讲了，因为这个里面讲的也很清楚它这个除了这个书上讲的东西以外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内容那么它的内容都在这个书上都有了，大家看书就可以，因为这个书上还没有的这些呢我们就可以说可以讲。然后这样子莲花生大师就是这样子这个观相然后观相好了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莲师的观相的时候呢首先观相的方法这个是最关键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大家都说一个就是观相不清楚呀一个就是我们打坐的时候杂念很多呀这个就大家经常讲那么我们观相清楚怎么样可以清楚呢？那这个大家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因为我们之前都是修过了这个金刚萨埵的这个法忏悔的法。那金刚萨埵的时候我们不就是观相过吗？那怎么观相的呢那莲花生大师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观相。那简单的说我们先这个请这样子的莲花生大师的这个香然后开光然后呢我们放在我们的这个前面能够看到的这个地方这个我就不再细讲了这个以前讲过了。然后呢我们坐在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唐卡的前面然后披露其法这个之前呢这个都是我们入座的这些方法都不讲了，这之前都讲过了。这些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就用两只眼睛看着这个莲花生大师先看这个全身然后呢就是每一个细节都要去看，先看脸然后脸部特别的清晰的时候然后就是左手右手左腿右腿，甚至是这个每一个这个莲师的这个装饰这个首饰上面的图文或者是衣服上面的每一个图文都要
这个观想的清清楚楚啊。这个观想啊，这个观想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不是去想啊，不是去想想啊，这个观想和想想就不一样了。想是什么呢？想是我们抽象的啊，就是我们的心里面这么去想而已。那观想就不一样了，观想我们通过我们的眼睛去看啊，看完了以后呢，就比较这个，到一定的时候呢，这个莲师的这样子的画面啊，就是一下子就出现啊，我们心里就一下子就是特别特别清晰的就出现啊。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用我们的这个意识啊去想啊，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比如说这个茫茫大海呀，还有一个岛屿啊，这都不是我们去想的吗？啊，都是想的。但是这个这个莲师的这个想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是我们心里面去想，而是我们的肉眼去看啊，通过我们的视觉把这个莲师的画面啊印在我们的心中啊，或者是大脑里面啊。但是我们佛教不讲大脑，我们会说这个印在我们自己的心中啊，就是主要是印在我们自己的心中。然后到时候我们需要观想的时候呢，然后一下子就可以调动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就一下子很清晰、很清楚的看得到。那么这个前面呢，需要一段时间啊，需要一段时间当中呢，我们专门去看差不多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再往下修，看的就基本上就观想的比较清楚的时候呢，然后往下修。还有一个呢，我们就是念这个莲师咒或者是这个祈请的时候在后面我们会讲这个祈请的时候这个祈祷的方法。祈请的时候呢同时也在这个观想那个也就离不开观想。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每一次观想莲师的时候，特别特别清楚的就是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眼前我们可以说就出现在我们的大脑里面呢，脑海里面呢，出现在我们的心里出现在我们的眼前呢不管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就是我们之前呢看了然后呢就是把这个莲师的这个形象已经就是深深的印在我们的像拍照一样印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不是想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模糊的都是模糊的。然后我们通过我们的视觉，就是这印在我们心里的这个所有都不是模糊，都特别清晰的。所以观想都是这样子如果说我们用这样子去观想的话呢，那一定是会很清楚的。如果没有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自己就心里面去想那这个永远都不会达到这样子的这个清晰这种程度永远都是模糊的。比如说我们去想一个我们特别熟悉的人的面孔可以想但是呢总是一个比较模糊的状态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去想任何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我们常用的一些东西我们也可以去想比如说这个冰箱洗衣机微波炉或等等等等都可以去想但是呢这个我们也都可以想得出来，但是都是比较模糊的所以呢这种方法呢还不是观想的方法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心理去想这个我们刚才也讲了，以前也讲过也可以，但是这个不是标准的这个观想的方法。所以标准的观想方法呢不是用意识去想，而是用眼睛用视觉，通过视觉就印在我们的心里，那这个就是观想。那这样子去这个观想然后呢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我们这个两只眼睛看这个莲师的佛像，然后我们心里就是完全这个放空清空那清空的方法呢当然这个需要方法这个我们不是说清空就清空，这个没有那么简单，这个大家都最这个大家这个觉得最头疼的就是因为这个
要静下来的时候就静不下来，有太多的杂念啊。但是有方法，这个禅修的方法我们之前讲过了啊，禅修方法讲过，通过这种方法去观想啊，那就是观想的会很清楚的啊。但是这个我们也不用等到啊，这个观想的这个清晰的程度特别高啊，也不需要啊，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就往下修，因为这个毕竟还不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升起次第呀这样子的这个修法，这毕竟就是上师瑜伽修法。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能不能获得莲花生大师的这个加持呢，还不是因为这个清不清楚啊，还不跟这个观想清不清楚呢没有太大的关系。当然观想越清楚呢越好啊，但关键不是这个，最关键的呢就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如果有足够的信心啊，那么观想不是很清晰也没有关系。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信心，那观想清楚的话也是不一定能够得到这个莲师的这个加持啊。当然比如说同等的这个条件下那当然观想越清楚越好的。所以呢我们先这样子这个观想，然后这个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观想这个周边莲师的周边，就观想很多网状的这个彩虹就是像网一样的这个彩虹一个一个的这个彩虹圆圈的也可以这样子的彩虹莲师的周边。然后每一个这个彩虹里面呢，我们就观想一个这个传承的上师呀，还有其他的佛，还有其他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些传承上师。这些我们之前呢就是讲这个皈依的时候，这个皈依经里面都已经讲过了有一点不一样呢，皈依经呢我们就是这些传承上师就观想在莲师的头顶的这个上空一层一层观想的，大家记得。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不是观想在莲师的这个头顶而观想在莲师的这个周边这样子观想。所以这个大圆满的前行当中呢也有讲过，有这个上师我们观想上师的时候有3种方法第一个呢就是皈依经的时候一样，莲师观想，然后呢其他的传承的上师呢在莲师的上空头顶就一层一层的观想，这就是一个方法。另外一个方法呢我们观想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呢，就观想金刚萨埵没有观想其他的这个传承上师呀，还有佛菩萨呢都是跟金刚萨埵是无二无别，就是观想为一体在周围就没有观想什么，就是观想为一体那这是第二个观想的方法。第3个观想的方法呢，就是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观想的方法那么这个观想方法呢，除了莲花生大师以外这些成就者，印度的成就者，这个大圆满的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历史上的这些成就者，我们都要观想。但是呢不是观想在莲师的头顶就是这个观想在莲师的这个周围就是这样子这个观想。但是这些呢我们不一定观想的很清楚这些传承上师这些呢不一定观想的很清楚。那不观想这些细节观想不清楚的话，那就只有用我们的意识去想主要把莲师观想清楚，然后呢其他的就心里面去想这个所有的这些传承上师呢就在莲师的这个周边这样子的这个观想。然后这个观想的时候呢，我们在周边观想了很多这个莲花生大师以外的这些佛菩萨呀，还有就是这个护法呀空性这都是像这个皈依经的时候的观想一样的观想
他们看起来呢，比如说莲花生大师呢是主要的这个上师，然后呢，其他的呢有本尊啊，还有空心啊、空心母呀等等等等护法呀，看起来莲师是主要的，其他都是他的眷属啊，看起来是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呢，是不是这个莲师的觉悟最高啊？其他的就是不怎么样呢？不是，实际上呢，这些都是一个这个我们的自己的心的本心啊，如来藏啊，它发射出来，它投射出来的一个清净的现象啊。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呢，也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这个投射出来的一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呢，是我们的这个八识阿赖耶识等等，就是这些不清净的八识投射出来的，所以看到的也是不清净的。那现在我们这个观想的这个呢莲师呢，这个莲师的插图呢也是我们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内心也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投射出来的，但是不是这个不清净的阿赖耶识、摩那识、意识，不是他们投射出来，是我们的佛心如来藏直接投射出来。所以这个如来藏投射出来的同样的这些这个形象，那它实际上是不会有这个主要和次要的这样子的这个分别，不会有的都是实际上都是佛都是跟莲师是无二无别的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投射出来的。但是这个形象上看那莲师是诸尊然后其他的是眷属但实际上都是从这个内心投射出来。这个不仅仅是莲师，不仅仅是上师瑜伽任何一个佛菩萨的这个坛称都是这样子。好，这样子观想，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观想的时候呢，我们也必须要观想为什么样子呢？这个我们之前这个金刚萨埵的时候还有就是皈依经的时候都讲过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就是我们把这个观想的这个无论是这个诸尊莲花上大士和眷属无论是哪一个都观想为这个如幻如梦的就是这个空中的这个彩虹一样空中的彩虹一样，现而无实有现而无实有现而无实有这个特别的有意义的现而无实有，我们可以看可以看得到它就是有一个形象我们可以观想可以看，但实际上呢都不是实有的都是这个都是如幻如梦的，就是空中的这个彩虹一样，或者是海市蜃楼一样我们就是观想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莲师的这个插图和莲师的这个坛称这样子观想这个我们不管是这无论是观哪一个菩萨在密法里面这个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这个不能把这些观想的这些佛也好菩萨也好观想为一个特别实在的这个东西实有的这样子就是错误的，都是观想为如幻如梦的观想为如幻如梦。好，这就观想这一章呢简单的说观想就是这样子了。然后观想完了以后呢，下面我们把这个全部观想完了以后然后具体的方法就是我们先观想然后全部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再念这个观想的这个仪轨就是仪轨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仪轨。那仪轨呢我们平时我们念的都是这个开显解脱道开显解脱道呢比较简单就比较这个文字不多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家就念这个开显解脱道那
限年还是限观相啊？这个之前已经讲过了，这个实际上就应该不需要再重复啊，之前都讲过了。限观相啊，然后观相差不多了以后呢，好，然后呢就把这一部分的这个仪轨念完啊。平时都是这样子，这个次第啊顺序呢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念完了以后呢，在这个地方呢还有一层啊，另外的一个意思呢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个观相观完了以后啊，就像我们给这些这个佛像开光一样啊，我们从真正的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插图同色吉祥善啊和莲师的这个坛城当中呢，然后我们引请啊真正的这个莲师啊引请啊，然后最后就是融入到我们所观相的这个坛城当中啊，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这个观相的这个坛城呢，也不是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啊，现在就是有新的这个生命力啊，也就是有新的给它注入了一个这个新的生命力是什么呢？真正的莲师就融入了然后那现在呢，它就是变成了真正的莲师一样啊。那这个是实际上这些都是为了打破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解决我们的一个心理问题啊。心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总是觉得这个现在我这个坛城呢是我自己观想出来的，我是看唐卡观想出来，到底是不是莲花生大师啊？就是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分别念啊，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分别念啊。如果你一直都觉得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不是莲师的话，那好啊，那现在我们从这个莲师的插图把真正的莲师请过来然后就融入到这个坛城那么这样子现在呢，这个坛城呢就变成了跟真正的莲师的坛城是无二无别那实际上呢，我们实际上是不需要这样子的，但是呢，这些仪轨呢，就是为了解决我们的分别心所以呢，就是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意思。那么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分别心的人来说呢，那这个也是有必要的同时呢，我们如果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呢，那我们这样子观想完了以后呢，我们从这个莲师的插图当中呢就是请莲花生大师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所观想的这个坛城那这样子的话，确实也能够得到实际上也能够得到莲师的这个加持这个也就并不是说只是打破我们的分别念它还有实际的这个意义这样子。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念这个七句祈祷文念这个红耳经像咱们就这个七句祈祷文边念边观想从这个莲师的吉祥插图当中呢，就是这个莲师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信心把莲师邀请过来了以后呢，融入到我们所观想的这个坛城当中这样子就变成了无二无别实际上呢真的是也有这样子的价值，因为这个七句这个祈祷文七句祈祷文它的这个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这莲师亲口讲过，这个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有这个心性用这个七句祈祷文来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他一定会出现在这个人的面前他一定会在这个人的面前一定会的这莲师有这样子的这个承诺，所以这个七句祈祷文呢它是特别有加持的所以我们念这个七句祈祷文的时候呢有些比较关键的这个仪轨呢，我们还是用这个它的原来的文字来念但是我们要懂到它的意思我们通过汉文把它的意思呢要了解好然后呢意思了解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用这个仪轨就是用这个原来的这个藏文的音
念啊，这样子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语言是用藏文念、汉文念都是一样。平时我们一般的这个仪规呢，尤其是需要观想的这些呢，我们是建议推荐还是用这个汉语这样念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方面念，一方面可以观想啊。但是呢，有些是这个就比较关键的这些句子啊，它是直接是这个莲师讲，然后呢，复藏大师从这个复藏出来的啊，所以这些呢，我们用他的这个原文念的话啊，那么就是有可能就更好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信心的话啊，那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念都是没有什么分别，都可以的这个都可以都可以但是如果是我们用这个原文念的话呢，那也许这个就会更好所以呢，我们就念这个金刚祈请这个祈祷文念红耳金的像咱把马给是龙波了，这个大家都会念我们也经常在念。那么念这个变念然后呢，我们的内心当中就是发起很强大的这个信心对莲师的信心。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莲师的插图当中引请莲师和所有的眷属融入到我们自己观想的这个坛城当中这样子，这个就我们变念邀请这个莲花生大师这样子，然后呢，这个融入了我们所观想的这个坛城以后呢然后这个我们自己观想的这个坛城跟真正的莲师的坛城就融为一体现在我们观想的这个坛城呢，就是变成了跟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坛城是无二无别的就心里怎么去这样子去观想。好，这一上呢，我们讲的是这个上师瑜伽的这个3个部分3个阶段当中的第一个阶段就是观想的这个部分就是这样子。然后呢，我们的观想的方法呢，我们之前讲过了，我们今天呢就也不需要再反复的重复的去讲。如果我们有些人呢还不记得以前讲过的这些一些具体的这个观想方法的话呢，那我们回头再去听一听之前的这个还有那个慧灯之光里面呢也有讲这个金刚萨埵的修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讲还有就是这个金刚萨埵这个慧灯之光里面还有这个有那个升起次第的修法这升起次第修法当中呢也有讲得更加的清楚一点但是简单讲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这些内容了这样去观想然后呢引请然后融入这个坛城。好，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把这个莲师的这个观想的这个部分呢就完成了然后呢，接下来再修下一个这个下一步的这个修法那下一步的修法呢，我们把莲师观想好了以后呢在莲师和这个所有的这传承上师之前然后呢，我们这个做七支功然后七支功的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磕头然后在这个磕头这个里面呢，有我们的这个10万个这个大头那这是无家行里面的这个最后一个这个10万那这个我们就下一节课当中讲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呢，希望大家认认真真的去修然后呢，修的时间呢跟以前讲的一天就1个小时，一天1个小时一天1个小时，如果自己有时间的话呢，那2个小时3个小时当然也可以但是呢，我们平时呢就不要去增加这个时间自己可以增加，但是呢就是平时我们的这个平时通常我们就一天就只用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子的话呢，那就作为一个上班族来说的话，就是一天1个小时是在基本上是可以的只要自己用功稍微这个投入一点的话呢
一天1个小时可以。然后呢，我们再增加2个小时、3个小时，这样子以后呢，那就很多人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时间啊，那最后呢，就是没办法，就只有就退出了啊，就是会导致这样子的这个负面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时间不要去增加啊。就是我们有些师兄呢，以为是我说了要增加时间，我没有说增加时间，我就是说1个小时啊。我们之前也是1个小时，现在也是1个小时啊。当然，比如说自己不需要上班呐，或者是比较自由，时间是比较自由的人呢，那3个小时、8个小时啊，这个自己决定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修法还是1个小时啊。1个小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后面呢就这样子逐步修的话就是可以了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讲到这里。既然安住于空性的状态就可以圆满一切功德，那么为什么像顶果钦哲仁波切这样的大成就者，在晚年的时候还要修加行的内容呢？这是一种示现呢，还是说在圆满这个世界的显现，必须要以这种有形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要举一个这个个别的例子来说，他为什么什么样呢？这个我们永远都没办法这个说他修正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也没办法知道但是呢，一般情况下，这个我们以前都讲过很多遍了。比如说，也有可能的，比如说他高僧大德虽然是这个很高，但是呢，菩提心他也要修还有出离心他们呢也需要修那另外一个呢，比如说佛陀，他很早以前就已经是达到最高的这个境界了，但是呢，就是为了度众生他也实现从头再来那这样子也有这个2种可能性都有的具体是什么，这个我也不清楚那2种可能性都有的。还有一个关于西方极乐世界的问题。西方极乐世界7天是人间的多久？那个显无边佛功德经记载，人类所在的娑婆世界的一大劫，仅仅相当于极乐世界1昼夜的。是这个说法是这个大家可以看这个《佛说阿弥陀佛经》无量寿还有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书籍当中去看，实际上那个极乐世界的这个1天，在我们人间是非常非常长的时间，不是1天，不是我们的24小时。那上师您曾经讲课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自己愿意的话，可以7天成佛，而这7天是人间的7天。那人间的7天在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瞬间就过去了吗？知道，对，是这个是连这个佛经里面讲的，但是我想这个佛陀呢，他是给人讲的，所以呢，他可能说的是因为是人的这个时间单位来计算的那么这个应该是人的这个1年，或者是人的7天应该是这个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也有可能，比如说，就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以后呢，它这个时间是可以长可以短实际上这个时间是没有什么长和短因为他心里得到了这个自在了以后呢，那时间你也可以长也是短，短也是长所以这个不像我们这样，比如说一定是24小时，一定是30天。这他们也可能没有这样子的概念，但是呢，佛讲的时候呢，应该是以人的这个时间单位计算也许是这样子这个我也没有在这个佛经里面呢，也没有看到这个到底是人的这个时间还是极乐世界的时间我想的话应该是人的时间吧。虽然是对人的时间，虽然是这个很快在极乐世界很快过去但是呢，对人间来说呢，还是7天。还是7天，还是人间的这个7天7个24小时在极乐世界大家也不要以为这个人的这个比如说10年极乐世界的1秒是什么意思呢？极乐世界的1秒当中就瞬间就过，这也不是这个意思极乐世界它表达的就是说极乐世界的这些人的这个寿命很长，所以呢，
他们的这个一天就是像我们的这些，比如说火星上的一天呢，还有就是水星上的一天呢，还有就是月球上的一天呢，也是半个月啊，就跟我们的地球上是不一样的但是时间这个24小时呢，它永远都是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单位。所以这个极乐世界的7天是比如说我们人间的7天，但是呢，极乐世界呢虽然不是极乐世界的7天但是这个还是在极乐世界呢，也是不是瞬间就过去了，还是有这个7天的那么长的时间。他还问，他想说，既然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后人类7天时间就可以成佛，那其实除非密法是即身成佛或者是中阴成佛以外，并没有比净土法更快。比如说密法中讲，一个人如果修行密法最长是呀，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嘛，就是这个很快的净土法门很快的。那是不是说我们都需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当然好啊，我们可以做两手准备。但是如果是这个极乐世界就是因为极乐世界也就不是说往生就往生了，它也需要这个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条件要具备所以就是我们比如一方面呢修这些出离心、菩提心、密法，一方面呢修这个净土，两个方面，这样子的话是最好的，两手做准备。那这个问题就是他说修大圆满和修净土法门如何兼顾？大圆满是在临终的时候和子光明融入母光明，但是净土法门是不一样的。除了临终的破瓦法的修法，一个修行人临终时选用什么方式，在哪个环节选择呢？什么方式都可以，这个要看他自己的。比如说，如果是他修大圆满修得好，然后呢有把握那通过大圆满成就也可以的。如果是他虽然是修了大圆满，但是呢修得不咋地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修这个通过阿弥陀佛的方法去那个往生那这样子也是很好的。这个要看我们个人的修行的程度来决定到时候用什么就是说最后他自己应该是知道，就是如果没有那个把握，当然知道了，这个自己知道。比如说他往生方面呢特别有把握的话，那就通过往生然后呢，如果是他修密法方面呢特别有把握的话，那就是通过这个密法来成就都可以。行随运转，凡夫随业力运转，菩萨随愿力运转。只有在佛的境界中才停止一切因缘的运转，这是上师您之前讲到的。那佛的显现还遵循什么规律呢？还是说不遵循任何规律，只是随着众生的因缘显现呢？这个就是规律，众生的因缘就是规律，佛他自己没有什么规律了。因为佛的境界当中呢没有什么规律，不存在什么规律。那佛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不出现呢？那就是看众生的这个福报那这个就是规律。还有极乐世界为什么说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在哪个西方呢？当时释迦牟尼佛传法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那个瞬间，如果要他特别的要详细的去了解的话呢，那当时的这个西方那当时什么是这个当时不知道上午的西方和下午的西方，因为地球在这样子自转，那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释迦牟尼佛是上午讲的，这个佛说阿弥陀佛是上午讲的还是下午讲的还是什么时候讲的，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就可以这个就是像西方嘛，就日落的方面方向就是西方就可以了。上师您讲报怨行时说，要思维造作恶业的人也是受害者，是因为我的业力牵引才作恶，因此是我害了他，从而不生怨恨。我想问的是，作恶之人难道只是因为别人的业力牵引才作恶吗？和他自身的烦恼和业力没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这个有关系的。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修抱怨心的时候呢，不是在修忍辱吗？那就是修忍辱的话呢，就是修自己的这一部分不对的地方就可以了。就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去想别人哪里有什么不对啊。实际上呢，这肯定也不是，就是完全就是一个，比如说我的问题啊，他自己也有问题啊，但是呢，你就想那么多的话，你怎么去修这个抱怨心呢？没办法修抱怨心啊，这个也是我的问题，也是你的问题。那这样子的话，就没办法修抱怨心嘛。上师您上课讲的时候说到众生都是一体的时候，曾经说过外道也有类似的教义，只不过层次和深度不一样。关于这一点，您能展开说明一下吗？这个之前的那个会灯里面讲过很多遍了啊，实际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就是主要是这个佛心方面呢，就简单，这个很简单，一句话可以说得完啊。这个就比如说外道虽然也用这样子的词啊，用词汇，然后呢佛教也就是用这样子的词汇，但是就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外道讲的这些都是有执着，他就认为就有这么一个东西在。那佛教虽然用这样子的词汇，但是这个就是不一样，就是佛教表达的是空心无二无别的啊。那这个是在那个大乘入楞伽经啊，这里面讲的特别重要。我们经常也就是引用这个楞伽经来就解释这个问题。上师您曾经说过，从众生的角度说，未来是可以改变，没有宿命，也就是说未来的轨迹并不是一个既定的剧本，可以这样理解吗？可以这样子理解。关于佛陀之所以可以受记，堪布您说过，是因为虽然未来可以改变，但是佛陀连改变之后的轨迹也是知道的。对对对。那师父可以这样理解，在佛陀的境界里，这个世界的一切，包括众生的轨迹，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还是说中间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有无数种可能，但是成佛的那一刻是确定的，所以说佛陀可以受记？不是这个，比如说这我们的未来呢，可能是不是写好的东西啊？即便是写好了，但是也有很多的变化啊，很多变化。比如说有一部分写好了，但是呢后面也会有很多东西新发生的很多的事情进来了以后呢，这个也有改写了啊，改变了。但是佛陀为什么可以预言呢？他怎么样去这个改写，怎么样去这个变化啊？最后又变成什么样子？反正这些这个变来变去、变化无常的这些东西呢，那佛陀都是知道的、全知的啊。所以呢，他就可以给我们这个回答最终的这个结局，最终的结局啊。变化这很多人就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没有变化？有变化呀，就知道这个最后再怎么变啊，最后应该有一个结局啊。那这个结局佛知道了，所以呢佛就可以收集。就是说就类似于他说的第二种，就是中间的一切其实是不确定的，有无数种可能，但是成佛的那一刻是确定的。不是都是不确定的，但是佛就知道这个所有的不确定的这些答案。那在佛陀的境界，那就是一种确定啊。不是，这些都是不是佛陀自己的境界啊？这变化无常是众生的这个世界里面才有变化，佛陀境界里面没有这些，没有这些未来，也没有过去。好。凡是就是讲这个未来啊、过去啊这样子的时候呢，那讲的都是我们众生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就来到这个上面，这个层面上讲。好，感恩上师，没有问题了。好的，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回向。说那么的也当着这八年都你别着那把些几个那几网龙这把这边做连着啊这玩笑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色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人个人把马色的红